我有一个说明书叫做 King 的使用说明书，觉得一方面是我本来就有在使用规格的产品，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替我的人生会带来相对应的稳定度。我如何感受到更多的快乐，或者是我如何不要让自己悲伤太久。那如果你要掌握大部分的东西的话，我的做法是精细化控制。大家好，我是 Pop Daily 的联合创办人，我叫 Kim。然后 Pop Daily 是一个女生的介绍吃喝玩乐的平台。那我在这间公司担任 CEO， 所以就每天日程都会有点忙。然后大概2年半前吧，我女儿出生了，这样现在是除了那个执行长之外，也还是家长。我是把1年的时间先换算成全部的小时，然后我会扣掉我睡着跟醒来的时间。所以我1年要睡几个小时，跟我1年要醒来多少个小时，是我先分配好的。然后再来是，我会把醒来的小时分成我自己的时间，陪小孩子成长的时间，然后陪我老婆的时间，就大概这几个时间区块，还有我上班的时间。然后每一个时间区块对应了我要完成某些事情，然后那个事情我会花几个小时去完成它。那比如说我可能今年睡的小时数就比去年大概少了100多个小时吧，我的计划了，就每天少睡一点点，然后我就把工作跟自己陪伴自己的时间里面就填得比较满。然后其中有一个时间的使用方法，我称之为它叫耍废日，大概我1年也放了好几百个小时在耍废上面吧。对，然后耍废里面我会进行就是比如说看 Netflix 剧啊，或者说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时间。就大概是这样子安排的，因为人们会有个概念嘛，就是我们认为时间是可以控制的，但其实时间是不能控制的。对，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常会说啊，时间要掌握时间啊，但是无论你掌握不掌握它，时间都会往前走。对，所以我比较会在意的事情是我怎么在这个刻度里面去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以前过的生活，我认为相对比较粗糙。然后我在粗糙的生活里面，我会体验到一些事情是没错，只是那一些东西，如果它产生了快乐或者是悲伤的时候，我没办法再重现一次，我并不知道那当下的我是怎么产生的，所以我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理解我如何感受到更多的快乐，或者是我如何不要让自己悲伤太久，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用我的语言里面，我把它称为积木跟结构，就是一个结构是由数个积木所组成的。所以我就把我人生的积木全部拆解出来之后，我就知道哪一些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了，就大概是这个逻辑。我有我的人生使用说明书，就跟你买戴森吸尘器一样。那我有一个说明书叫做 King 的使用说明书，那里面就是如果我们初次见面，我就会把我使用说明书给他，这就是如何你要使用我的方法。那使用说明书的另外一个page里面有一个叫做情绪管理表，当然我现在没有在用，因为我已经很习惯了。那我会记录当天大部分的状况，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事情我有这个情绪，这个情绪的反应是多剧烈，然后它应该要怎么被理解，或者是怎么优化。在过去的几年，我曾经做过这些事情。情绪记录表的下一章叫做反思表，就是我会记录下全部我该反思的事情，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做，然后我做对或做错，或者我学习到了什么。然后反思表的下一个page是叫做决策评分表，我做了每个决策里面它的评分品质怎么样，那问题的难易度怎么样，我就是大概通过这些结构来控制我自己的人生这样。我认为生活或工作有美感的原因来自于大部分的东西你能够掌握，我觉得它是一个通俗的概念。那如果你要掌握大部分的东西的话，我的做法是精细化控制。比如说每天固定时间起来吃一样的餐厅，做一样的运动，看一样的书，什么时间做什么事，稳定是比较难的。对，然后大部分的人不太习惯稳定，但它只是一个墙嘛，你跨过之后，其实稳定会带来非常多的好处。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我比较容易面对特别大的恐惧，然后很容易在这个恐惧里面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对，但是大部分人可能可能生活有新的变化或者很多冲击的时候，适应的周期会很长。那我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做的是传媒的行业嘛，然后我在我公司担任执行长，所以我发觉如果我不稳定的话，我很难很稳定的带领我的伙伴，所以我就必须要特别要求我自己。
因为每一个我下的指令或者我的决策，其实都会影响他们传达出去给我的用户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们会有这种会议安排，前一个会议叫做脑报会议，然后下一个会议叫预算决策会议。但是你们很能够理解这2个会议所需要的能量应该会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开脑报会议就特别强，但是开到那种数字型会议很多的时候，他能量都特别弱。所以如果你要让这个人他整天的能量都在对的事情上的话，我会尽可能的把我自己的会议形式都相同的都放在同一天，去确保我的脑子在进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不需要跳来跳去。因为你在决策数据或者决策抽象的东西的时候，你使用的是不同的能量系统。所以有的人会说，我今天上完班精疲力尽，其实他的精疲力尽是来自于复杂的东西的过度切换。特别是生小孩之后啊，你会觉得你自己活不够久啊，或者是说没有用很好的状态来面对一个所有你该面对的人，然后你会有你不能控制的悲伤，或者你不能控制的恐惧好了，都是负向情绪的时候，你会不容易有一些事情，你还是会没办法那么容易控制它。应该说，我所处的位置被迫要面临很多很特别的事情。所有人来敲你办公室门的时候，你不会预期说他今天跟你报个好消息，全部你就像是一个急诊室中心一样，送进来的人他一定立刻就有状况。那有的人是显而易见的，有的人是你要去挖掘他的。那你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要去挖掘一个有状况或者是未来可能会有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切换到你要立刻为了这些问题产生防御状态或者干嘛，它都是一个紧张跟松弛，你要一直变化的状态。其实我是一个特浪漫的人，我的理性是后天养出来的，对。然后因为我早期反正看我最近吃人这副德行，我就不是一个很循规蹈矩的人。然后所以我的人生的上半段其实是相对比较混乱，然后下半段之后就开始我追求就比较稳定。但是我的性格本来就是还是很浪漫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我知道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是我本来就有在使用规格的产品，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替我的人生会带来相对应的稳定度。我有吃另外一个是那个里面有含芝麻是的，对，口味是蛮特别的。然后我那天使用后的我的情境是因为本来我会想要尽可能让自己保持清醒的状态嘛，所以我会刻意的避开我会有疲劳的感觉。对，然后那天我使用完之后，我的疲劳感觉被唤醒了。那因为平常我会陪我女儿睡觉，对，就好好睡觉完之后，我会回去就出来客厅陪妈咪聊天这样。然后那天我就直接就睡挂了，对，那我不太确定它的效果就是会这样子吗？还是睡眠我们大概就分2块，一块就是所谓褪黑激素这个荷尔蒙来分泌。那只要褪黑激素一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当然就会有想睡觉的感觉。对，但是实际上另外一块是你的身体的放松。因为当我褪黑激素出来，但我前面是一个属于很紧绷、没有办法放松的情况，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到我的睡眠状态。OK， 所以睡眠的好与坏，其实主要还是两块的问题。是。那您刚才提到的那个芝麻素它主要是让你可以放松。您所吃到的这个产品，它里面除了有芝麻素以外，是帮助我的身体的放松。是。另外一块是这一项产品里面有蛋白质，尤其有加色氨酸。OK。那还有维生素 B6。色氨酸是氨基酸当中的其中一种必需氨基酸。我们常常知道练举重需要可能有支链氨基酸啊，什么氨基酸。那色氨酸是其中必需氨基酸的其中一种。它是在合成我褪黑激素的最主要的原料。我换一个方法说，就是当我身体吃的蛋白质不够，或者是我不吃任何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也会影响我的睡眠，因为我的合成的原料源头就不足。懂。这个也是我主要会，应该是我喝最多的。是。然后但是每天可以说说你的就是心得还是？但我本来就一直会接触相关类型的产品。对，然后我就拿它来当早餐的替代品。如果我中午没办法吃东西的话，我就早上会用这个。然后我觉得口味上面我蛮喜欢的，很稳定的东西。但是我是喜欢喝冰的。对，然后它其他状态的口味我就没有这么习惯。那你会把它放在冰箱随时？会。然后我女儿也有喝。其实它是很健康，因为它的这个产品的设计是主要用
谷物跟豆类。是。那谷物它使用的是5种的谷物，譬如说什么燕麦、藜麦，像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红宝石藜麦。那这些，因为其实全谷类的谷物呢，它主要的营养素是很多 B 群，尤其像这个B1、B2 跟烟碱酸，跟我身体的能量有关系的营养素。是。但是很多现在的白米啊，或是谷物类，它过于精致。所以你如果平常吃的都是白米饭，可能这一类型的营养素会摄取就会相对较少。懂。那这个产品它本身它使用的就是这种5种全谷类的谷物，那另外加上的是大豆，就黄豆蛋白。那黄豆蛋白大概是我们现在所有植物类型的植物蛋白当中品质最好的。是。那所谓的好跟坏，跟蛋白质里面有没有含有身体所需要的必需氨基酸而定。是。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适合刚好针对于你说你平常有乳糖不耐，然后又有这个早上喜欢喝就是喜欢黄豆类制品的东西。是。那这个就很适合你。葡萄糖对胺的那个东西，它应该会在什么时机点吃？是。那我现在吃的时间其实是在我运动后。对。那我吃完之后，我是感觉，因为我几乎天天会进行运动的行为，然后我也感觉我的肌肉的酸度没有这么酸，然后我觉得复原好像有变好，但我不确定它是不是。那我想要具体知道说它到底会产生什么效果，这样。好 ，glucosamine 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主要其实用在我们的膝关节。那因为这个产品它除了加 glucosamine 以外，有加了一些是保护关节的成分在里面，而且另外一方面是这个产品本身里面有加了一些这个葡萄糖。就是糖分的东西，我们知道在运动吸收后，除了我的肌肉大量分解需要一些蛋白质以外，它需要一部分的葡萄糖去帮助我的肌肉的修复。懂，因为我是很喜欢生活很稳定的人，所以我就会去追求，如果有任何东西能够让我生活变更稳定的话，我就觉得这很赞。我用了大部分的产品，在我认为该使用的时间之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助于我提供我自己身体稳定。然后包括刚刚跟营养师请教，就是我都觉得我可能比之前来的更好一些。是，但我不晓得我能不能这样理解这件事。产品本身它是一种辅助品，是，那它帮助我们回到就是从很繁忙或者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当中，回到一个自己最 peace 或是最使用度是最高的这个情况之下，来去回到很健康的一个生活形态。我觉得这是其实才是我们在这个主题当中希望能够用嘉格的产品，然后来引导让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生活习惯不同的人都可以回到他很快乐的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是，那我觉得有达到这个效果。好，谢谢。谢谢。